这个叫做皱眉纹。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人心里面不开心的时候，皱起眉头来，那就是代表他不高兴。每个人都知道嘛，当你长期这样一直皱啊，一直皱，皱到局部这个地方的组织流失，折到你那个纤维都已经受损了，变成一个固定的纹路。那皱久了，这个纹路你没有任何表情，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纹路。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总是被别人说看起来很凶呢？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常常就会说，其实我没那个意思呢，但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看起来很凶？尤其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是业务啊，或者是他本身从事一些工作，不想让人家觉得他好像看起来难以亲近啊。那我们现在讨论哪些问题会让人觉得他是比较不好亲近的呢？一个一个来。首先，比如说这个叫做皱眉纹。当你有皱眉纹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人心里面不开心的时候，皱起眉头来，那就是代表他不高兴。每个人都知道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已经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皱眉纹，他平常就算面无表情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皱眉纹产生。当你长期这样一直皱啊，一直皱，皱到局部这个地方的组织流失。什么组织流失？可能是你深层的脂肪垫萎缩，也有可能是你那个皮肤折到你那个纤维都已经受损了，变成一个固定的纹路。那皱久了，这个纹路你没有任何表情，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纹路，给人感觉很有距离，看起来特别凶，或者是你会释放一个讯息，好像你不开心。如果它是动态的纹路，大家都知道这个打打肉毒就好。可是像现在这样，这里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纹路。那有些人他中间还会有一个细纹。有些人说他既然产生了3条纹路，那我们就打玻尿酸呢？对不起，我提醒大家一件事，这个地方最好不要打玻尿酸，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2条血管叫做上滑侧动脉，这个地方打那其实是有风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给他打童颜针，那他打完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好，因为它可以让它的胶原蛋白再生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只是打这个地方它有一些特殊的技巧，不是拿起针随便戳就好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构造它很特别，它下面有密密麻麻的血管，所以它要特别的注意。再来我们继续看，有些人看起来你会觉得他很难以接近因为这个地方法令纹，不管男生或女生，他有法令纹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这个人言行峻法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凶。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木偶纹，因为当一个人有这个木偶纹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撑起来都不开心，所以常常会这个样子。可是听到法令纹跟木偶纹，第一个想法很容易就是什么那我就是要打玻尿酸。像法令纹跟木偶纹，它的成因其实有3种。有的人他是因为苹果肌下垂，有的人呢是因为嘴边肉下垂导致了法令纹跟木偶纹，但是有的人是因为局部的凹陷。这一种凹陷要靠填充，而下垂要靠拉提。还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因为肌肉的拉扯，所以我们在处理法令纹绝对不是一昧就靠填充，我们必须要去诊断去判断他该用填的还是该用拉的，还是他需要放松一点肌肉。你看把他法令纹处理掉，把他木偶纹处理掉之后，他看起来就和善很多，你就不会觉得他那么的凶。好，那还有一种状况是让人觉得他会比较苛刻，就像这个，当你的太阳穴这个地方比较凹陷的时候或者是合并额头这个地方凹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好像会很容易去挑人家毛病的那种感觉。可是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他让人感觉说好像就不是很好相处或比较苛刻的感觉。好像这种状况，其实我们把他的太阳穴填起来，你就会觉得他看起来比较圆润，比较柔和，他比较好亲近。还有哪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脸颊凹。同样一个人，我们把他的太阳穴填起来了，我们把它弄得比较平顺，我们把他脸颊弄起来了，你会给人感觉比较柔顺，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距离感。OK， 所以不是只有纹路的问题，包含有些地方的凹陷会让人家觉得比较苛刻的感觉。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脸看起来怎么很严肃，或是很凶，或是有些人会跟你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或是有些看起来特别不爽。
因为有可能是你脸上一些老化的问题，让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首先第一个是纹路的问题，皱眉纹、在法令纹、在木偶纹，所以这3个纹路是让人觉得你很 angry 的感觉。还有就是凹陷的时候，特别是太阳穴跟我们额头，也就是我常常讲那个皇冠区的位置，还有我们脸颊的位置。那这2个地方，当它凹陷的时候，就是靠填充。那太阳穴它的填充呢，跟额头填充一般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脸颊的填充，脸颊的凹陷其实是有分前凹、中凹跟后凹。前凹、中凹、后凹，它的填法是不一样的，它的注意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要怎么把自己变成是一个让人更好、有亲近力的感觉，让人感觉比较亲切、亲和的感觉。这有的时候呢，对于你在工作上、对你的人际关系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OK， 没秀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